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模范出租车2开播飙到 9.0， 爽到飞起，第1集就杀疯了，不得了！年度爆爽系列回归了，还是熟悉的配方，一样的音乐，一样的出场方式，一样的救赎好人惩治恶人。紧张刺激的气氛中带点搞笑，外加点温馨调剂。这部剧真是与时俱进，大快人心呐！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高能复仇爽剧，从头乐到尾的那种爽。模范出租车系列改编自韩国同名网络漫画，一经播出便如平地惊雷，第2季豆瓣评分开播就飙上9分。在韩国，第2季第1集收视就破 10% 了，第2集的实时收视率更是达到了 16.7%。如你所料，这世上的坏人不一定都会被惩罚，那么以暴制暴，以恶对恶，就变成另一种正义的方式。在故事的开头就丢出个大新闻，类似 N 号房事件的始作俑者很可能将减刑，甚至是不用服刑。原来这几人是青少年黄色网站的运营者，因为贩卖成人视频，导致一个受害女生选择自杀，但他们花高价聘请律师，申请上诉。在去往庭审现场的班车上，3个人渣还摇头晃脑，狂妄自大的认为自己将提前释放，过上好日子。复仇者联盟的金道奇、李帝勋士就是这时候出现的。道奇选择入狱来获取证据，而此时道奇就与罪犯们同处一车。很快班车翻了，人渣慌了，道奇却淡定地指挥人渣们踏上那辆提前预备好的模范出租车。一上车，猎物就上套了。道奇将混有迷药的饮料递给了罪犯们，等他们醒来，舆论更加喧嚣。他们此时是抢走狱警配枪的越狱犯。就这样，本可以提前释放的罪犯们，硬生生被改判无期徒刑。道奇和他的小伙伴用自己的方式行侠仗义。然而，在还没等到胜利最终来到的那一天，复仇团队就被迫解散了。时间回到2年前，模范出租车团队因其诡谲又常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行事方式，也被警方盯上。团队大佬张代表为了不拖累大家，于是遣散了几人。好在警方掌握的证据不足，老张也被无罪释放。2年过去了，只有武力担当道奇还在出租车公司，女黑客高恩现在是一名警察。负责开路收尾的后勤技术人员老崔和老普也开始了各自的新生活。然而一桩新的案件将会让复仇5人组重聚，或者说是他们正义的信念，让大家在危难中团聚。这个故事的原型像极了现实中的缅北嘎腰子。故事的主角叫老王，他早年丧妻，独自开炸鸡店拉扯儿子小王长大。成绩一向优异的小王却已失踪将近1年，而老王的多次报案无果，也让他倍感绝望。在准备轻生的那一刻，老王看见那张改变命运的小广告，复仇代替轻生。他于是将信将疑拨通了广告上的电话，向道奇和张代表说出了他的故事。本以为儿子小王是出国留学，没想到却是去越南揽工。写过一封绝笔信，打过一个一个充满哭腔的电话，此后音讯全无。老王找到了儿子劳务派遣合同上那家公司的地址，却只看到一片废墟。越想越不对劲的老王回到韩国就报警了，警方却以小王已成年为由，
拒绝立案。道奇和张代表听完后，立马猜到小王大概被骗了。道奇决定再一次深入虎穴，救出小王。到了越南后，道奇和其他求职者立马就被诈骗团伙控制起来。他们招收的全部是有计算机背景的人，并被要求在短时间内研发赌博小游戏，以此骗取用户钱财。特种兵出身的道奇自然是不会搞编程，但远在韩国的高恩会。恰好高恩撞破了张代表远程指挥道奇的事情，明白了他俩还在暗度陈仓，于是立即加入战斗。成功研发出了小游戏的道奇在诈骗团伙中的地位陡然升高。他一方面利用自己的专长拖延时间，另一方面，在越南，他又遇到了第一季中的电话诈骗公司的老板福子小姐，利用福子的黑恶势力去炮轰诈骗团伙。可怜的福子面对几年前欺骗过自己的爱人道奇，果然又一次沦陷，直接掉入道奇的陷阱。道奇也趁机打入诈骗团伙内部，却惊人的发现，这个境外诈骗团伙的头目之一，竟然是韩国的警察，那个负责老张报案的班长，也就是高恩的上司。原来邪恶就在身边，最应该向弱者伸出援手之人，竟然是幕后黑手。这一刻，高恩混乱了，观众却被这一反转震惊到了。为什么有些罪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？因为他们有钱，有势力。更深层次的原因大概是，连警察系统内部都被腐蚀如此严重，社会还能好吗？当执法者以公权力当通行证，连罪恶看起来都变得正义了。但是，总会有人起来反抗了，也总需要有人反抗。复仇五人组就是这样一群站起来的人。他们虽然不被法律所接受，却总能在狭小的社会中被包容。五人组也就此重组，带着他们行侠仗义，以暴制暴的信念，抵达了对岸。不得不说，这开局2集看的是真爽啊！坏人都被胖揍，弱者得以解救。原班人马的适配度果然最高。为了承接第1季的结尾，主演们的真实身份或者遭遇终将揭秘。紧张刺激还搞笑的剧情，虽说不得深究，看个乐绝对没问题。如果感兴趣的朋友，还可以去复习第1季，同样爆爽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